2009年，英国通过手工逐帧上色的方式，将二战中的黑白影像转换为了鲜活的彩色画面。尽管这种方法耗时耗力，但色彩表现却十分的真实自然。然而细心的观众会发现，片中对中国战场仅是一笔带过，这并非是缺乏影像资料。事实上，侵华战争期间，各国随军记者拍摄了大量的战地画面。1944年，美国更是收集多方的胶片素材，制作成了纪录片《中国之抗战》。这是目前关于抗日战争最宝贵、最全面的历史影像。英国的二战全彩纪录片之所以忽视中国战场，源于西方长久以来的一种偏见，认为中国在二战中只是个跑龙套的小角色，抗战胜利不过是沾了原子弹的光。事实上，中国是最早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国家，曾独自牵制着200多万日军长达14年之久，使其无法将兵力投向其他战场。若不是中国死扛，二战的历史将被彻底改写。4年前，我曾尝试用 AI 技术为中国之抗战上色，但效果有限，整体呈现出红黄偏色，仅仅增强了黑白影像的视觉感受，远达不到真正的全彩效果。后续出现的滤镜校正方法虽能纠正颜色溢出，但引起了更频繁的闪烁，色彩依旧失真。对比各种上色技术，我发现它们都无法超越逐帧上色的效果。经过长期研究，我基于多种 AI 模型进行了深度改进，重写了底层代码，开发了一套全彩修复方案。像原有的 AI 算法只能识别一些简单的场景，它无法辨别画面中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，也就判断不出军服应有的颜色。此外还要考虑褪色程度，它不是像电视剧里每个人都穿得像过年一样。为解决这些问题，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参考各种历史资料进行了色彩校正。如你所见，它色彩的一致性和准确度不仅超越了现有的大多技术方案，部分镜头甚至超过了英国全彩纪录片的水准，几乎可以媲美原生的彩色胶片。当然，这一上色技术仍处于试验阶段，细节上仍存在不少问题，所以欢迎大家的指正和建议。那现在就让我们随着这些被唤醒的影像，回到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岁月。一个太平洋上的弹丸小国为何赶来侵略中国？这要从1927年说起。当时日本内阁向天皇递交了一份征服世界的操作说明书，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。这份奏折将征服世界分为以下几个步骤：首先侵占矿产丰富的满洲地区，再以此为跳板征服整个中国，随后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，打造一个后方的战争基地，继而攻占富含橡胶、石油的东南亚地区，称霸亚洲，最后集中所有的力量干掉美国，西方列强自然望风而降。目前学术界对田中奏折的真实性仍存在诸多争议，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它是中国人在1927年伪造的，可日本后来的侵略步骤却与田中奏折惊人的吻合。我个人认为，这份征服世界的蓝图必然存在，只不过名字不一样，它也可以叫田中笔记、田中备忘录。怀着征服世界的野心，日本自1928年后以资源匮乏为由，向美国大量的购买废铁、废钢、石油、煤炭等工业原料，同时依托明治维新时学习到的西方军事技术，秘密地扩充海陆空军，打造出了一个强大的战争机器。而当时中国在孙中山先生的带领下，刚刚摆脱了腐败古老的满清王朝，像科学、工业、军事都还处于起步阶段。即使到1942年，中国兵工厂每个月最多能生产1500万发子弹，平均每个士兵只有4发。时代向前变迁的过程中，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动荡和混乱。随着皇权中心的崩塌，中国进入了一个权力真空的状态，既一个皇帝消失了，却冒出了更多的小皇帝。各地军阀占山为王，明争暗斗，人人都想当中国的老大，但谁也不服谁。此时的中国更像是一个地理概念，而非一个统一的国家。所以我们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农业国，根本无法和日本那样团结一致的工业强国抗衡。正是看透了中国的内耗，看透了4万万人民不过一盘散沙，日本的2万关东军才敢无视张学良的19万大军，在1931年出兵占领了东北全境。这便是震惊中外的9·18事变。
为了名正言顺地掠夺东北的矿产资源来制造坦克飞机，日本又借着清廷的废帝溥仪，在长春成立了伪满洲国。1937年7月7号，日益强大的日本见时机成熟，于是在卢沟桥策划了7·7事变，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。仅仅1个月的时间，日军便占领了北平和天津。他们先拿这2个地方开刀，是有着极为周密的战略考量的。首先，北平作为中国历代王朝的首都，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。其次，这里紧邻东北，后勤运输方便。更关键的是，北平和天津的2条铁路能快速抵达徐州、武汉等中原腹地。自古以来，中原便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，这里不仅人口稠密、物产丰富，更是南北交通的枢纽。无论谁掌控了中原，就等于夺得了整个天下。一旦日军占领了中原，中国将被彻底分割成南北两半，抗战将难以为继。此外，控制了天津的沿海港口，日本就不用再兜一圈从东北增兵，而是能以朝鲜半岛为跳板，直接向中国内陆输送兵力物资。有些事就怕往回想，从甲午战争到9·18事变，再到7·7事变，你会发现日本人绝非抗日神剧中无脑冲锋的饿愣子。40多年来，他们的每一步每一招都在精密地计算着如何蚕食中国。他们不只看透了中国人、中国的局势，更对中国的地理了若指掌。当时日本扬言3个月就能拿下中国，你以为他们是虚张声势？错了，日本真是攒了几十年的劲，要一举将中国吞掉。1937年8月，日本借着虹桥机场事件在上海挑起冲突。最初中日双方都不愿全面开战，但随着日本逐步增兵，蒋介石将计就计，毅然掏出家底，将60万精锐全部调往上海，意在扩大战线，将日军主力吸引至淞沪战场。若非如此，北方的日军必然凭着机械化优势，沿平汉铁路直捣中原腹地，尽占天下。在这民族存亡的时刻，窝里斗了几十年的中国人终于团结起来，一致对外。无论是桂军、川军、西北军，还是天南地北的哪派哪系，都纷纷星夜兼程驰援上海。随着战斗打响，日本调集了陆海空3军，一共30万精锐，向上海发起猛攻。蒋介石的德械师一个接一个的投入战场，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伤亡过半，支援5个小时就牺牲了2/3。淞沪战场宛如一架绞肉机，无情吞噬着中国将士的生命。阵地刚被打开一条缝，立马就有人舍生忘死的上前填补，重新把缺口缝合上。6万多的桂军将士伤亡达到了4万多，2米深的战壕直接被尸体给填平了。双方都不断地往里面添薪加柴，谁也不肯轻易退让半步。这个时候就像拔河一样，任何一方只要少使一把劲，身子就可能被拽过去。与此同时，上百架日机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展开了狂轰滥炸。不论民房店肆还是车站学校，都一一被夷为废墟。引发的火灾将整座城市包裹起来，蔓延的浓烟足有几十米高，哀嚎声在狭窄的街巷里此起彼伏。由于日军暂时还不敢得罪西方列强，数十万百姓便带着包裹行李如潮水般涌进租界，外滩、白渡桥等地几乎被挤得寸缝不留。可租界的各国部队早已架设好了铁山门、铁丝网，千方百计地阻止难民涌入。能接过那个无依无靠的小孩，已经是他们最后的良知。而大部分人只能迷茫地站着，或漫无目的地四处奔逃，期望能躲过日军的屠杀。但许多人还是丧生在了日军的轰炸中，或被倒塌的建筑物活活埋掉。10月上旬，为躲避日军战舰猛烈的炮火，中国军队被迫退守到了几公里外。紧接着，日军又派了2个师悄悄从南部登陆，包围了城区侧翼。腹背受敌的中国军队是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，只能奉命向南京和杭州撤退。经过3个月的殊死搏杀，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高达30多万，但日军也为此付出了10万人的惨重代价。这场战役不仅使日军的入侵方向由北转南，粉碎了其3个月吞并中国的计划，也让中原的工厂设备、教师学生、平民百姓能有充足的时间向西南转移，为日后的持久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12月初，
日军兵分三路直指首都南京。中国军队虽拼死守卫，但因数月来接连奋战也是疲惫不堪，加上最高司令官唐生智仓皇撤退，引发混乱，最终导致南京才13天便彻底失守。其实从上海沦陷的那一天，南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。如果敌军从北方来攻，有长江天堑的保护，南京确实是易守难攻。但这次日军是从背后杀过来，在战术上南京就成了一个绝地，不但遭到三面包围，长江天堑还反过来堵死了中国军队撤退的后路。12月13号，日军攻陷南京后，将数万名中国战俘全部处死，并有组织的挨家挨户的搜捕平民，进行集体屠杀。数万名老幼妇女遭到了日军的蹂躏和摧残，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。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持续了整整1个月，至少有30万中国同胞惨遭杀害。这一切灭绝人性的兽行，都是由日本最高司令部一手策划，目的只有一个：彻底撕碎中国人的心，迫使中国投降。但日军的暴行并没有击垮中国人的精神意志，每一声哀嚎，每一滴鲜血，都化作了全民抗战到底的决心。一时间，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救国运动，纷纷踊跃捐献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为此，蒋介石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，既主动放弃国土，保留有生力量，利用中国辽阔的疆域来消耗和分散日军的兵力。在这喘息之际，中国将加紧制造枪支弹药，待军事力量壮大后，便可以发起反攻，一举消灭日寇。为了不给敌人留下任何资源，中国实行了彻底的焦土策略，主动炸毁了道路桥梁，用汽油焚烧了农田庄稼。火车运完最后一批物资后，铁轨和枕木都会被拆掉带走，不给敌人留下任何一丝有用的东西。学校、医院、图书馆以及400多家工厂的机器被全部拆解，先通过卡车、牛车运至武汉，随后纤夫们踩着湿滑的沙石，用麻绳一步一步地拖着设备逆流而上。他们跨越滔滔长江，穿过三峡天险，最后将民族工业的命脉送到了重庆。日本人深知，一个有知识的民族才能屹立不倒。自1937年，他们有计划地轰炸了中国80%的高等学府，并将清华大学、复旦大学的实验仪器、珍贵书籍洗劫一空。各个学校的师生于是徒步数千公里，从北方内迁到西南地区，在长沙、昆明等地成立了联合大学。或许我们今天读书是为了房，为了车，可当时读书是真正的为了中华崛起而读书。而上亿百姓也携着家当老小，向2000公里外的西南地区转移。这是自西晋北宋后，中国历史上的第3次人口大迁徙。许多世代务农的老百姓，活了半辈子都没走出过100公里以外的地方。这次逃难是他们第一次对这个国家有了基础的地理概念。在西南后方经常能听到，北平的男孩娶了四川的辣妹子，上海闺秀嫁给了广西汉子，2个东北人生出来的娃娃讲着一口流利的云南话。这次大迁徙完全打破了原有的身份认同地域隔阂，彻底重塑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。日军虽控制了主要城市和铁路沿线，却无力深入到偏远的农村地区。在乡下，村民纷纷组建了抗日游击队，他们身着青衣布衫，手持着落后的枪支和自制的刀斧钩叉，闲时耕田种地，一旦发生险情，便从田野河流中发起反击。他们也经常组织力量从后方发动偷袭，破坏敌人的铁路桥梁，瘫痪敌人的后勤系统。当中国农民的力量被发挥出来后，再也没有什么前线可言，处处皆为战场。诚然，日本拥有强大的武器和精密的情报系统，熟知中国的历史和地理，对各省的将领和部队了若指掌。他们也攻占了大半个中国，占领了最肥沃的中原地区。表面上，日军似乎已经征服了中国，实际上他们已经淹没在了中国人民的包围中。他们只看到了中国的分裂、革命的流产，却没有理解一个根本的事实：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一支军队，而是整个民族。正如战地记者白修德说的，中国真正的力量都深藏在人民的心中。随着工厂、银行、学生、老师、军事机构内迁到西南地区，重庆也成为了战时的国都和民族心脏。上百万难民蜂拥而至，
使这座常住人口不及50万的城市人口迅速翻了1个倍。而日军踏入中原后，被沼泽湿地洪水河流所阻，已难以从陆地发动进攻。为彻底摧毁中国的有生力量，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无差别大轰炸，投下的炸药累计有4000多吨，炮弹如密集的雨点从天而降，燃烧弹引发的大火吞灭了这座古老的山城。在狭窄的小巷里，人们的哀嚎和竹屋爆裂的声响交织在一起，无数的生命和家园在烈焰中化为灰烬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不禁想问：我们的空军在哪里？早在1933年，中国就招收了1700人，组建了第一批空军。由于飞行员对个人的身体素质和知识文化都有着极高的要求，所以被选中的年轻人多是出自书香豪门的富家子弟。大家对这些细皮嫩肉的公子哥并不看好，但在淞沪会战中，他们却打出了9-0的辉煌战绩。可由于数量和性能上的劣势，抗战爆发不到1年，就有一半的飞行员英勇战死，平均年龄仅有23岁。到日军轰炸重庆时，中国飞行员仍驾驶着仅有的几架战机升空迎敌。虽然击退日军的几率仅有1/1000，但他们还是抱着必死的决心，义无反顾地冲上了云霄。不幸中的万幸，重庆1年有6个月被水雾笼罩，日军难以执行精准的轰炸。加之高达200多米的地形落差，为挖掘防空洞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抗战期间，听警报跑防空洞几乎成为了人们的家常便饭。这些深入身体的防空洞不仅是百姓的避难所，更成为了中国军工生产的秘密基地。在坚固岩层的保护下，工厂机器日夜不停地运转，为前线制造武器弹药。自抗战以来，日军一路势如破竹，飞驰过华北平原，剜掉了中国的心脏，占领了一切交通要道和军事目标。按照日军的蓝图，这个时候应该可以宣布胜利，借着中国庞大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来征服世界了。但在中国人顽强不屈的抵抗下，日本非但没有获得预期的战略资源，还被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里，耗尽了每一个士兵、每一滴汽油、每一吨钢铁。随着侵略计划陷入停滞，日本便封锁了全部的交通要道和海岸港口，企图切断中国对外的贸易通道。若不能向国外购买枪炮石油，中国抗战将彻底陷入绝境。此时唯一的可能就是通过印度洋把物资从缅甸运到云南。可这中间隔着上千里的崇山峻岭深谷险壑，自古以来只有马帮能通行。美国工程师测算，即使拥有现代化机械设备，这条路至少需要修5年，而蒋介石估计交给云南人来修的话，恐怕要8年。但云南王龙云却拍着胸脯说，3个月一定通车。3个月通了吗？没有，不科学。龙云回到昆明后，组织了20多万的老弱妇孺以及各地的军民来修建公路。他们就靠着最原始的10年小锤，一点一点的凿石铺路，最后一共用了9个月的时间，便修通了全长1146公里、宽达7米的滇缅公路。由于山势险峻，加之日军持续不断的轰炸，近万人在修路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，所以这条路在抗日战争史上是用血和泪铸造的奇迹。有了这条生命线，我们终于能把购买的武器弹药、汽油轮胎、医疗绷带等各种战争物资运进国内。1941年，油尽灯枯的日本将目光转向富含石油、橡胶的东南亚。这些地区大多属于英美的殖民地，但英国已被德国死死钉在了家门口。唯独美国一直避免卷入任何战事，闷声发大财，工业产能占到了全世界的1/3。如果硬碰硬，日本必败无疑，倒不如舍命一搏，先发制人。12月8号，日本偷袭珍珠港，击沉了美军的40多艘战舰，损失惨重的美国立马对日宣战，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。国际战局的巨变促成了美英和中国结盟，不过在西方眼里，中国只是一个被打垮的国家，等待着他们的拯救。殊不知，在此前的10年里，中国一直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顽强抗战，死死拖住了200多万日军，使其无法将兵力投向其他战场。倘若日本真的吞并了中国，那失去印度的英国又能撑多久？苏联面对德日两军的双面夹击，又如何能发起大反攻？
届时孤军奋战的美国又要牺牲多少小伙子才能把日本打败？1942年初，40万日军一路所向披靡，横扫了整个东南亚，泰国、菲律宾、缅甸等地相继沦陷。麦克阿瑟率领的13万美菲联军节节败退，8万英军更是向3万日军拱手称降，这继而导致滇缅公路被日军彻底切断。为了继续运输抗战物资，中美开通了一条从印度到云南昆明的航线，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驼峰航线。这条航线必须穿越海拔高达7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，零下几十度的气温会使飞机的玻璃燃油迅速结冰，飞行员只能尽量降低高度，贴着连绵起伏的山脉飞。然而藏在云雾中的尖峰就如同一把把锋利的刺刀，随时会将飞机开膛破肚。其飞行之难，就连技术最好的飞行员看了都摇头。许多人甚至将驼峰航线比喻为天上的地狱。这时中国说服陈纳德组建了美国志愿航空队，这便是闻名遐迩的飞虎队。在3年的时间里，有65万吨的军事物资经由驼峰航线运到中国。在3年的时间里，1500多架飞机坠毁在崇山峻岭中，3000多名中美飞行员不幸遇难。到后来，飞行员甚至都不需要导航，而是沿着坠毁飞机的铝片反光直接飞。而我们也得知道，美国援华物资的总计价值为8亿美元，同期给英国的是270亿美元，给苏联的是110亿美元。中国仅占到援助总量的 1.7%， 连其他盟国的零头都不到。而且这些援助物资并非全部无偿，是需要中国用铜油、钨矿、锡矿来偿还的。千有万有还是要自己有，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。从1942年到1945年，中国调集了30多万士兵，分2次出境作战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中国远征军。就是这样一支装备武器都远远不如外国占有的军队，却先后歼灭了5万日军，收复了滇西8万多平方公里的失地。在仁安羌一战中，中国远征军第38师师长孙立人以及团长刘放武率领着800多名士兵，成功击溃了4000多个日军的包围，还顺利解救了7000个被困的英国士兵。1943年末，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第18师团被孙立人几乎全部歼灭。当时不少中国将士跪地痛哭道：“南京的战友和同胞们，我替你们报仇了。”如果用8个字来形容孙立人，那就是民族英雄，碧血千秋。而在这些珍贵的抗日战争历史影像中，我相信你能确切地感受到，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不再是课本上的一个虚词，而是他们身上透露出来的那种不屈和决心。正如林语堂先生说的一样，几个世纪以前，中国人在长达万里的边境线上修建了雄伟的长城，以此来抵抗外敌的入侵。今天侵略者的铁蹄虽然跨过了长城，但他们仍然需要面临一堵新的长城，那就是中国人面对外敌时坚强不屈的英雄精神。